黑神话这个1:6的产品线啊，也是陆陆续续出货了4款啊，不同造型的天命人八戒，再到大圣残躯。今天呢，可能是唯一1:6的这个女角色，终于要跟大家见面了。乐子是小情爱大，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摩尔牌企。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拆箱分享一下由InArt出品的1:64姐。这次盒的话，其实和上一款大圣残躯相似啊，不那么具象。主要呢还是黑色的底加上白色的文字以及 logo 啊，但是上方会有一些类似于蛛丝的感觉。后方呢影影绰绰的啊，一个摆荡的蜘蛛烫金的字样，这样简单一点的形式，反正对我的胃口啊。打开的话也有一个类似于肖像画啊，票根说明书。官方推出了一个票根的收纳夹嘛，以前说实话，我觉得这个票根我自己都不知道干什么用的，但是现在有这个夹子之后，就好像回到曾经收集水浒卡那种感觉啊。这次头雕的包装，因为它这个有发饰嘛，所以采用了一个吸塑的模式啊。这个头雕在连接的方式上和之前是相似的啊，只不过在连接的这个结构上，因为是女头会略小一些。全安装好之后就不卖关子了，大家一定最关心的还是这个头雕的情况啊。之前有一个那个好像是杭州啊还是什么那个展会嘛，这个四妹的照片可能会有一些讨论啊。目前拿在手中，我也去看了一下之前那个，对比而言的话，妆容其实会更丰富一些，相比而言也更自然。它尤其这个眼妆部分啊，这个黑眼圈的部分会有那种晕染的感觉，似乎之前展会那个可能是少一道工序啊。额头这个妆造精度我觉得还不错，黑暗一点的这个嘴唇的颜色整体这个形象上就还是游戏中那种感觉的。目前大货呈现这个效果还是 OK 的。额头上垂下这个最长这一缕会相对更宽一点，对于这个面部而言的话，有更好的修饰作用。两侧两鬓也会有这个贴发。肉眼去看的话啊，就这3绺的交接和过渡的部分处理的还 OK 啊。相比于最初样板的话，这3绺的形象会有一定的变化。之前那个我有印象，好像是会向外去挑一点。这个大货这个头发是向内去收的啊。如果你喜欢之前那个效果，需要自己再去给它往外捋一捋。后端发饰的话，这里的这个材质呢，并非软胶，比较硬一点。上面这些锁链结构呢，就是采用真正的这个金属连接。这个部分呢要小心啊，尤其不要摔到磕碰到。发丝的精度来讲，虽然都是大块啊，但是没有那种说针就糊到一起的感觉。合模线会在后端的这个位置，大的盘发上，正常角度下这个观感还 OK。除此以外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它可动眼的调节上啊，因为整体其实它作为一个女头来讲比较小，内部的空间也不大啊，就是你在调节好之后，在连接的时候尽量打直一点啊，避免里面这个妆位触碰到已经调好的这个眼神。整体形象而言的话，其实四妹这个服装造型裹的还是比较严实的。除了头部以外，能裸露出来几乎就是这个手和脚的部分。手型的话，刻画也还不错啊，它这个精细程度，尤其指甲锐度啊，包括甲片的这个颜色是有一定变化，多采用一些比较放松的或者偏女性这种形象。特殊要说就是右手部分有一个趴着蜘蛛的这个造型手，前一阵讲的1:12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个配置啊。在1:6的这个形象下呢，蜘蛛会更细致一些，
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脚的部分刻画来讲，精细程度还不错啊。这个部分其实会有人关注嘛，所以就讲一讲。形象形式上虽然不是布料啊，但是它会有那种从这个指缝间勒住那个感觉，都会有不错的一个刻画啊。包括脚底其实也做出了相应的一些褶皱以及设计。它的话额外就要注意一点了，因为它这个脚底是直接暴露出来的，所以在日常摆放站立的时候啊，注意一下这个台面轻易程度吧，时间长了就可能会磨损啊，或者沾染上其他颜色。整体身材部分会纤瘦一些，这个我觉得还是还原本身游戏里面那个体型的。全身的服装呢，也是采用了这种布料，够轻薄的啊，因为它上面还要有这一层这个压胶啊、滴胶这个造型花纹，边缘呢也会穿这个铁丝嘛。目前看起来这一套服装不需要太多去打理啊，你把这个外袍向里面去收一收、紧一紧就好。表面呢也会有一些小的轻微的做旧，下摆边缘处啊有一些那种破口的小的细节。对着光线去看的话，它会有一个半透明那种感觉，偏轻盈一些。在做偏大幅度的动作的时候，也要依据你的这个造型来给它这个袖口啊，或者说是服装边缘做一些调整。右侧这个胳膊下方是有一个内搭的，这个你向前推一推，可以把手腕关节完全遮住。左臂的话，可能是按照设定啊，它就没有这样一个结构，尽量在打理的时候让袖口遮住这个手腕关节。当然，以后类似的产品可以在这个小臂处啊再多一些涂装，来让整个一体性更强。当然还是啊，我觉得就四妹这个形象，你也不需要去做什么太多的太大幅度的一些动作啊，反正我个人没有这个需求嘛，摆一个静态一点的这种好一点站姿就 OK 了。当然也一定会有朋友去问他这个可动部分表现啊，全身不一，保持一个好的塑形，有好的一体性来讲，它这个可动注定不会是很大幅度比如说肩部啊，或者说是这个脚踝部分，还是会更侧重造型的表现。然后在其他配置配件上啊，手型就不说了，刚刚提到的我自己觉得不错。小配件的话，首先看这个飞刀这次这个摸上去刃部像是用了金属材质，比较亮丽的，这和它这个仿木的柄部会有一个反差效果。表面刃部也会做出一些仿锈迹那种涂装，质感还是挺好的。这里这个刀柄呢偏软一点，如果是握持状态下，尽量不要受力。长时间啊，天气再热，可能会有弯曲。酒樽颜色上没有什么太多变化啊，一个软胶件，精度来讲还 OK。然后是这个香妃葫芦，同样的啊是胶件但是它这个精度还可以的啊。之前讲那个1:12也会有一个更小一些的那个精度保持的也不错嘛，这个会比那个更好一些。这边这个小袋子打开还有2枚符咒，对游戏中的这个造型做一个还原。摸上去的话有点韧性的啊，印刷效果来讲比较清楚。最后的话就是这个地台部分我感觉是因为它整体关于四妹的配件并不那么多啊，所以在地台上会多下一点功夫。尺寸而言会略大那么一丢丢，场景的刻画精细程度而言也会更高一些能看到它是对应这个游戏盘丝洞章节场景的一个刻画，主要就是蛛丝以及像卵泡一样的东西啊，这个挺恶心的啊，它们纠织纠缠到一起，泥泞的这种泥巴搅在一起结合在一起的这个感觉啊，会有一定渐变的这个效果。边缘处呢有残破的这个树干向上去承托延伸一下啊，让整个场景的这个立体感会更强一些。中心的这个小卵泡其实可以拆掉，安插目前通用的这个金属支架，调整好距离，再把人物放在上面就可以了。其实在玩游戏的时候就感觉啊，他们总光着脚不穿鞋，如果踩到这种泥泞的这个路面上，我是觉得有点难受。实际在游戏中啊，我不知道我记没记错啊，相应的这几个人气比较高的女性形象呢，都是有实际的一个脸模的但四妹貌似是没有啊。相比于其他的那个人气较高的女性形象吧，其实四妹的这个颜值并不是最突出的。
但是呢，在他专属的不算长这个篇章中，对于他性格的这个笔墨刻画，我觉得是很到位的。他这个妆容的表现也是比较酷的那种，其实挺黑暗、挺朋克，整体他形象又很利落，有那种反抗的一种精神在吧。反正这个角色我觉得是完全立得住的，篇幅笔墨都不多啊，但相比于其他女性形象，她是尤为突出。当然也属于意难平啊，就最终到底是什么结果就不得而知。我自己是很希望这个四妹能够在续作或者说 DLC 中登场，可别真练成单了啊，有点可惜。再回到这款产品配件上的话，就不会太多，但是整体的场景地台其实会更丰富一些啊。这个地台相较于之前八戒也好啊，或者大圣甲那个都会更优秀一些，也侧面给四妹这种比较清瘦的身材更大的一个展示空间。每次都讲这个期待啊，这次就不期待后续产品了，期待四妹能在黑神话后面的作品中再次登场。然后呢，这一期呢就分享到这里了，喜欢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